男儿有泪不轻弹。二弟，你怎可在百官面前如此丢人现眼？够了！瑞王不过是真心悔恨到了极致，所以才会情不自禁的流泪，何来丢人现眼一说呀？是，父皇教训的是儿臣说错了。罢了，瑞王虽赈灾失利，但也已极力挽救，并没有造成更多的损失，就罚去半年的俸禄吧。什么？儿臣领旨。没想到苏姑娘此招还真的管用。父皇，何事？儿臣有一事不明，还请父皇解惑。哦，上次明明在御书房里，父皇您已经决定严惩二弟，为何现在却……朕自有主张，你无需多言。大概是在他身上看到了过去的自己吧。可二弟他摆明了是装可怜，以博得父皇您的同情。装可怜？是儿臣失言了。朕本以为你一心体谅灵儿，没想到他的一举一动却在你眼中不过是装可怜和丢人现眼。你可知当年太上皇也是这般评价朕的一片真心。皇家亲情中难免掺杂利益权衡，即使朕的努力付出赤诚之心，求得认可，又有几能懂呢？朕本以为你是不一样的，却原来你根本不曾懂的。妙啊，苏姑娘果然料事如神呢。徐先生过奖了。此事老夫不明白，为何王爷按照苏姑娘的方法去做后，皇上便会心软的轻饶王爷？其实很简单，一言以蔽之，就是攻心。人总是对于和自己有过共同经历的人，容易产生共情的情绪。所以，我们这里就需要让王爷演一出戏。这个戏必须将皇上早年的亲身经历完美的重现，不得有一丝差错。如此一来，皇上就会回想起过去，将自己带入王爷，产生强烈的同情，推己及人，皇上自然会轻饶王爷。原来如此。不过要完成这个计谋的前提是苏姑娘得推演出父皇曾经的经历。这玄阴谷的推演之术竟如此精妙，不仅能预测未来，还能推演过去。不过这些毕竟属于天机，所谓天机不可泄露，但凡窥探天机者都不得善终。那苏姑娘你……王爷多虑了，推演过去与未来，代价总是会有的。不过不是民女的寿命，王爷无需担心。那便好。可是过多的探测天机，终究是要付出代价的。日后若付出代价的，苏姑娘还是莫要妄动灵力了。是。王爷，阿姨有要事求见。进来。启禀王爷，我们找到宫女芍药了。什么？快带上来！宫女芍药，有点耳熟呢。是。芍药，你可还记得本王？回禀王爷，奴婢自是记得。奴婢还记得离开皇宫时，王爷您那时刚生大病，模样大变。如今呢，能见到王爷恢复如初，奴婢实在是太高兴了。想必贵妃娘娘在天之灵也会安慰许多。原来是王爷生母，王贵妃身边的宫女。好了，听起吧。这些年，想必你也受了许多罪。能再次见到王爷，奴婢受的这些苦都是值得的。而现在，奴婢也终于有机会将当年的真相告诉王爷您了。王爷，您和贵妃娘娘根本不是得了怪病，而是中毒。
奴婢心里藏着这个秘密整整5年了。5年来，奴婢都想告诉王爷您，可是当年奴婢被赶出宫后，就遭到了不明人士的追杀，根本无法联系殿下，只得一路逃离京都，等待时机。当年的真相到底是什么？我母妃到底是如何中的毒？事情是这样的，那时大皇子和您的关系十分亲密，总爱跑到我们浅翠宫来玩，所以我们宫女对于大皇子的到访从未产生过怀疑。直到那一天，奴婢偶然撞见大皇子往贵妃娘娘的口汁中撒了些白色粉末。奴婢当时就觉得很奇怪，但在没确定事情时，也不敢贸然告诉娘娘，便偷偷取了些沾了粉末的口汁，去问了太医院的太医。这口汁没有问题，新加入的白色粉末乃是如心草的草屑，无毒且有安神的效果。无毒？残的辗转过一生，谁能怜我遗失了？荒野里孤坟，潦草葬此生，谁渡我不甘的魂？若我在世为人，饮一杯苦涩独斟，会忍断前世缘，风雪中庆贺。若我轮回重生，温酒一壶，悲欢前尘，我纵横他千年烟尘。安雅西空城，醉梦叹浮生，谁借我一枪赠，斩断前世缘分。老树枯藤缥缈度凡尘，三生石刻着爱恨痴缠，千里纵横，只为不负此生。轮回的缘，痴痴的等，纵是血雨腥风，我会手把9分换几度的春。谁借我一枪恨赠？傲眉只听雪声，我此生不负这红尘。